各位球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聊一聊如何正确使用膨胀油和无机胶水。其实在有机时代，这个有机胶水的使用不仅起到一个粘合球拍的作用，它更大的意义在于提高球拍的弹性、持球感以及提高球拍的力量。那么随着无机时代的到来，有机胶水被禁用了，那么这个无机胶水配合膨胀油究竟如何来使用？其实咱们很多新手小白看了很多的视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用法，到底应该相信谁的？这里边我就出期视频给大家讲解一下，或者说分析一下利弊。我们先来讲讲无机胶水。这个无机胶水的粘合能力是比有机胶水要强的，无机胶水的厚与薄也会对球拍的性能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个胶水有的稀有的浓，一般来说浓的它这个有效成分就比较多，稀的有效成分就比较少。所以单纯的说无机胶水应该刷几遍，它的厚度是不一样的，就是每个人倒的多或者倒的少不一样，是不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用的不同品牌的胶水，它的浓度不一样，造成这个胶水层的厚度它也不一样。先说一说胶水层薄有什么好处，肯定是发力门槛更低，你更容易打透板。它的不利就是说这个打起来稍微有一点空，那你说刷厚点好不好呢？刷厚点相当于这个无机胶水里边有这个橡胶的成分，你打起来会有一种海绵无限厚的这种感觉，就是打不进底板里边。所以说太薄发空，太厚呢打不透，我们就要找一个合适的量，这个需要你通过自己不断的摸索你用哪个品牌到底刷几遍，每遍倒多少，自己去衡量，自己去尝试。说完了无机胶水，我们说一说膨胀油。这个膨胀油其实现在这是百花齐放，什么样的都有有的膨胀油呢持续时间长，有的持续时间短，有的膨胀油刷上之后手感好，有的膨胀油呢刷起来力量大，有的膨胀油干燥的快，有的膨胀油干燥的慢。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膨胀油确实让我们选择起来眼花缭乱。那我们说一说这个膨胀油有裸刷还有打底刷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什么叫裸刷呢？就是我直接我就刷膨胀油。什么叫带打底呢？这个打底指的就是无机就是我刷一遍或者 N 遍无机之后，我再刷膨胀油。那么这两种利弊我给大家分析一下。裸刷最大的好处就是膨胀油不浪费，就你刷了这些最后呢基本上都渗透到海绵层里边。那么它带来不好的地方我说一下，渗透的比较直接比较快，有可能刷不匀。有的人呢还觉得这样刷呢对于海绵影响比较大或者说比较损伤海绵。那么说一下打底你打一遍底也好，两遍底也好，再刷膨胀油，那它呢渗透起来会比较慢一点，就是干的慢，但它渗透起来呢会比较均匀一点。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说膨胀油里或多或少有一些杂质，如果你直接刷呢，这些杂质可能直接进到海绵里边了。你打一层底它相当于有一层过滤网，它就把这杂质呢隔到海绵的外边就是粘到胶水层上了这是分析一下裸刷和不裸刷的区别。关于膨胀油究竟应该刷几遍为好，那么不同品牌它这个有效成分不一样，或者是每个人追求的不一样。再有呢就是海绵的类型不一样，比如说狂飙这种的你可能要多刷，有的呢蛋糕海绵你想刷的话呢可能就少刷就行，因为它的本身对于膨胀油依赖就不是那么强，另外它出厂的就带那个。咱们可能也看过很多视频，尤其一些国手分享他们的刷油视频，他们的度数呢一般比较高，你看正手的狂飙有时候打了42、43度，那这种比较硬的你必须要多刷，他们有的时候刷3遍甚至刷4遍，所以头2遍他们就是裸刷，裸刷2遍之后然后打底再刷2遍，然后直接贴上来。接下来我就说这个顺序到底应该是怎么刷，先刷哪个后刷哪个，先刷几遍后刷几遍，这个其实也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那接下来我分享一下我是如何用膨胀油的。比如说我用尼奥兰国，它这个打底我是不撕掉的，在原有打底的基础上我刷2遍到3遍无机2遍到3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刷厚了就2遍，刷薄了就3遍，刷完了晾干了就开始刷膨胀油。这个膨胀油我刷的时候第一遍和第2遍有的球友就一直纠结究竟应该间隔多长时间为宜。我的观点就是10分钟以上。有的人可能说了，这个10分钟你第一遍油也没干呢，就是我为什么要等第一遍油干呢？就像我们吃饭一样，你能吃俩馒头，你是不是2个馒头一起吃你还把第一个馒头吃完之后
啊，等着它消化，消化好了我再吃第二个，那没有必要啊，这是我的观点，当然不一定对啊。刷完这2遍油之后，我一般晾制多长时间呢？7到10天开始砧板。有的球友说你怎么7到10天砧板，这内能不没了吗？确实，海上明月这样的比较低端的膨胀油，你刷2遍7到10天，基本上它内能也跑得差不多了。那我用的膨胀油可能浓度高一点，有效成分多啊，膨胀的效果好，持续时间也长一点。这种油反正我一般来说能挺个2、3个月问题不大，就是你刷2遍顶个2、3个月，并不是说我这个油就是7天到10天才能干，有时候3、4天你摸着基本上就不沾手了，也可以贴。这个时候你贴上会有什么样的弊端呢？就是说打个2、3天，你发现板子露出来了，它在板子上就已经缩胶了。这种情况呢，一般你用膨胀油，效果比较差的，你可能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就是说膨胀的比较狠的时候，这个无机胶水都把不住这个海绵，看着它在板子上往回缩。所以说一般晾7到10天，这是我的一个使用方法吧。咱们很多刚刚接触膨胀油的这些球友，我觉得应该多尝试吧。到底应该先刷什么，后刷什么？刷多厚，间隔多长时间？你需要通过自己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尝试，才能找到最适合的那一种方法。好，这就是本期的视频，感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